Hello，大家好啊，又见面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投资当中的税务问题。嗯，对，嗯，那咱们就不废话，直接进入主题啊。那先看一下美国啊。那因为我离开中国也有一段时间了，新的税法什么的也不太熟悉。那咱们这里就主要讲个人收入的两种主要有关的这个税务。那大家其实可以，我看看啊，把这个雷字。那像我们普通的打工人，或者是中小企业的业主，或者是一些就是纯粹的小型投资人吧。那主要有关的就是这两种税表。第一种呢叫做个人所得税，也叫普通收入税。基本上就是你的劳动所得吧。那美国的联邦税法大概是分成了1、2、3、4、5、6、7个税档。那像第一个税档10%以下的这个年收入12400，这个大部分人都碰不到了，这个跟街友已经差不多了。这个水平在美国其实基本上是很难生存下去了。那第二档呢，可能就是一些刚刚工作的或者一些相对的中低收入群体的1万多到50400这个档位。那再往上两档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产了，或者是说低档中产和中等中产。那这个个人收入基本上在50400到这个20万左右，20万出头吧。对，这个层次。那这个它的税档基本上就是说22到24。那再往上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相对的高收入吧，就是比较成功的打工人或者是打工皇帝了，那就基本上在32或者35这个税档。那这个最高一个档位大概是64万以上，这个是最高的普通收入税。那在这边呢，那当然你除了普通收入之外，你还可以买股票啊。那这个当中，美国是鼓励大家做长期资本利得。如果你购买的股票持有时间不超过1年，你就卖出，那它实际上是会按照短期资本利得，那也就跟普通收入的征税方式是一模一样了。那长期资本利得呢，它的税档就比较简单，0、15和20。那这里它也是有一个区间，但是要注意，这个区间不是指的仅仅是长期资本利得的所得，它会跟你的一般收入会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你的一般收入会占用这个额度，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也就是说，你收入低，纯粹炒股，那你可能是可以按这个去算。那你如果是本身也有一份普通收入，甚至于叫做拿这个社安金，那首先要是从社安金中扣掉这个额度，也就是说你的总收入来计算这个课税收入，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这里只讲了所谓单身的联合申报和这个户主，这个就不细讲了。那其实原则也很简单，联合申报基本上就是夫妻两口子额度合在一起。那户主呢，就是说单身，但是呢你可能有孩子要养，有依赖于你的这个人要去养活他们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是大概美国的联邦税法。那在美国呢，像纽约和这个加州啦，就是还会额外的有州税。而且像加州，它的长期资本利得并不享受税收优惠，它也会按照一般收入进行征税。也就是换句话说，你如果在加州，你是加州的纳税居民的话，你连炒股都是要打一个折扣的，8几折这样的一个折扣。最高的长期资本利得，加州会额外征收13.3的这个税费。那这是税务的可怕之处啊。那为了更生动的一点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案例，我这里简单说一下。那假设有个 A 君，1986年生人啊，现在正是年富力强40岁吧。
假设他在2016年在美股投入了10万美元，买入 SP500，长期持有不卖出。那我们假定啊，为了简化这个计算，那假定它长期维持10%的年化回报，那事实上 SP500 大概率，历史上也就是维持在10%到11%吧。未来几年我相信，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波动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往往会有隔个3-5年会有一次大的下跌。那在下跌的阶段买入当然是划算的，如果在最高点买入，第2年就暴跌，那你整个账户的这个亏损是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可能好几年都缓不过劲儿来。好，我们继续说 A 君。A 君计划在2051年，那当他65岁时退休，并且当年起每年由美股的 SP500 账户支出5万美元用于养老生活。那5万美元到那个时候大概率是不够用的了。那我们只是说寄望于A 君在这个社安金能够领到一部分钱，那另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形式的这个退休方案吧。假设 A 君身体非常健康，预计寿命可以活到100岁。那我们为了方便计算，我们计算到2081年，也就是 A 君退休后持续领取社安金30年，每月领取3000元。为什么要把社安金这个事放进来呢？刚才讲过了，就是美国的这个税都是跟你的收入直接挂钩，所以它必须得有一个收入可以去计算啊，而且每年从美股账户支取5万美金。那我给 AI 提了个需求啊，计算 A 君的美股增长、账户增长以及退休后每年的税务成本，以及税务成本在美股账户的总占比。累计退休30年后 ，A 君美股账户的余额、总的税务支出，我们先假定 A 君生活在像我们德州的这样的免税州啊，不用去计算州税。我们来看一下啊，不着急，我们切换到我们的 Cloud 去。好的，稍等。好，这是我把我的 case 丢给了 Cloud。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分析哈。假设这个 A 君2016年投入了10万美金，年化回报10%，增长35年，到 A 君退休的时候啊，2051年嘛，35年。那退休时的账户余额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达到了相当惊人的281万。35年总增值是270万。好，那到第2阶段，计划 A 君每年只卖出5万用于养老生活。应税收入这里计算了每个月的3000块钱，以及标准扣除额了。这是按照现行的美国税法，将来这个美国税法很可能还会变化甚至增长。那当然它超过了联邦的临界的48350，那它适用于15%的长期资本利得税。好，那这样算下来，也就是说 A 君到退休以后领这5万块钱每年领出来，到他退休到他去世吧，那他的账户仍将有一个大额的余额，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级的余额。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不是相当的惊人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金融领域大家经常说的这个复利的力量啊。那就咱们的朋友们其实经常对复利，我见过就是2种情况，一种就是对复利完全没有概念、没有感觉，就觉得复利没有想到复利的效力这么威猛啊，这么厉害。但是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说过度的去夸大复利效应。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复利，实际上各种金融产品通常都很难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利率回报的这个范围内我们刚才讲了，也只是假设 SP500 每年回报10%，事实上这个美股并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状况，那可能一年涨30%，第2年跌30%，这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况。那第2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不能过度的去夸大复利的效应，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你满打满算从你投资10岁的孩子开始起投资，
到他95岁，他也只有80年的时间可以去增长这个复利，对吧？所以大家要对这两点都要实际的拿笔算一算，可能才能得到一个概念。好，那这里讲了 A 君在这样的情况下持有超过35年，长期资本利得税15%，加之抵扣抵消了一部分，实际的有效税率仅为7.9到8.4，每年5万的取款对于账户的总值影响非常小，所以一直到 A 君去世，他的账户还在疯狂的增值啊，这是第一种情况。好，第二种情况，我们觉得A 君这个生活也太节俭了，我们给他改善生活。假设每年支取10万啊，那我们看其实情况依旧是相当乐观的啊。我们刚才的年末是3900万嘛，大概4000万的左右。第二种情况 ，A 君退休后每年支取10万，那10万目前按美国的像德州的生活，基本上是够他花销了，不要去花天酒地，那基本上吃住行应该说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啊，那这样的情况，它的税的这个占比升至8%到11.7%。啊，那他去世的时候，这个账户里依然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余额。好，我们现在再改变一下条件，把初始的投资年费改为2026年啊，叫做当年悔不当初，这个什么时候投资最好？那现价就是最好的时机，对吧？那时间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那我们假设 A 君当时还没有这个觉悟吧，那没有投。现在听了老钱的这个理财课，觉得要赶紧投资啊。那我们积累期变成了由35年变成了25年，那退休账户瞬间从这个他退休的时候的281万缩水到108.3万，少了一个非常大的额度啊，也就是2051年君退休的时候年初的余额只有108.3万，也就是说从2026年起他存这10万进去，年化复利一直到他退休，65岁退休。好，到51岁他开始支取了，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他还是支取每年10万，对吧？那因为他支取的额度相对高了一点，所以呢，他每年的10%的这个年化回报的这个增长是不能够抵掉他的这个每年的支出的，也就是说，他的账户开始逐渐的缩小了，账户的余额开始缩小了，开始吃老本了。但是呢，大家放心，这个由于账户持续在增长，到 A 君去世的时候，他账户依然有81.2万的余额啊，应该说看起来还是比较够的啊。当然大家这里面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说通货膨胀这件事情是持续会发生的。那事实通胀率，普遍金融业用3%或者4%左右的这个通胀率去计算。但是未来谁知道呢？我个人感觉在某一些民生领域，事实上它的通胀的增长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啊。好，那这里就出现了核心现象，账户实际上在缓慢的萎缩。它这里进行了3种的这个税率的对比。好，那我们刚才讲完了3种这个普通人吧，应该说是普通打工人或者是小业主这种情况。好，假设现在我们来了一位大老板啊，在这个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大老板，那出手就不凡了。假设他还是从2026年才开始投资，以前都在这个比方说硅谷啊，或者这个纳斯达克啊非常活跃啊，手脚很大，出手很大方，一开始就投入100万。好，然后到退休的时候呢，他每年支取，那当然富人的生活不是咱们能想象的啊，这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其他条件不变。好，我们最后对比一下这几种方案。好，它这里这1、2、3、4，我们刚才讲到的4种方案。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差异啊，就是说总体来说，实际上它的退休账户都是第一个方案是281万开始退休嘛，
34方案呢，就是108.3万退休。那100万投入这个账户呢，实际上他在退休的时候账户里就已经有1000万了，1083万。那当然支取就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关键大家要看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后2个方案实际上账户是在持续萎缩的当然萎缩的比较慢，没有说很夸张，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那这里税比总提款，也就是我们的收入部分嘛。那第一种方案，当然你是穷人嘛，花的那么少，挣的那么每年取出的钱这么少，那你的税低是很正常的，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一般收入税当中你完成了大部分资本利得长期资本利得这部分基本上是零纳税的了。那对3和4方案取的钱多了，跨过了第1档，甚至于有的时候跨到这个15的这个档了那这个时候你交的税相对就多一些。那对第3、第4种方案，你对于富人那他每年要取出近100万的这个金额，那当然他交税也就会交的更多这个图就比较好的给大家做了这个示意那对富人来说，这里还讲解了，就是说超过联邦资本利得15%的这个上限，个十百千万10万，就是超过了533400的这个税档，所以它全部落入不是全部大部分落入20%档，并且会触发 NIIT， 这个是奥巴马时代的专门的一个附加税，单独的税种就是给这个高净值人群AGI， 也就是调整后的这个总收入超过20万的人，那会额外征收这个3.8%的这个 NIIT 附加税，所以它的整体的这个税收的标准就更高了如果是在加州或者纽约这种高税收州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富人的损失还会更加巨大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包括马斯克的工厂包括很多这个富人，包括一些中产，现在都在纷纷由加州迁入佛罗里达迁入德州这样的一些区域。这个对一个不要说大富豪吧，就是一个中上等的这个中产家庭来说，每年省税省掉几万、10几万，都是应该说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对，那这就是对这个案例的一个分析，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炒股当中的这个税收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重要的事要多说几遍，我不一定说3遍，我只说1遍，大家好好听。就是对于外国人在美股账户，如果当然如果非常不幸，我们的投资人意外去世或者是说没有提前规划，自然老死了那实际上家人如果想要拿回他的这个美股账户当中的投资，是要缴纳这个遗产税的。这个遗产税是起征就是30%，因为你是外国人当然我们之前讲过，外国人在美国投资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的，也就是说你零税收就可以享受美股的红利。但是美国这个政策也非常的好玩吧，好笑吧就是你如果对不起你意外死亡了，或者是说你忘了去整理你的这些东西了，你的这些资产了，那对不起，你到死亡的时候，你的家人要提取你的美股账户的资产的时候，是直接先交30%的税这个不仅是说在美国开户的这个账户据说是连像比方说 IB 在香港的户，如果你投资的是美股资产的话，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我还没有实际遇到过但是看了这个法条和相关的规定应该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生命，爱护身体多在美股赚一些钱到自己真的退休不想干了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那是放信托也好，或者是写遗嘱也好，或者是提早的把资产转移到其他的这个投资产品这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
好，我们继续啊。好，那这个 A 君的故事我们讲完了。对，这个刚才分析到了，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也就是说，富人他的税率往往会超过接近20%啊，如果是在高税州，可能会接近30%，甚至接近40%的税率都是有可能的。好，那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般的美国家庭，特别是中产家庭啊，那美国实际上，我个人来了这几年，我感觉美国的这个阶层固化其实还是挺严重。当然，美国的中产比我们中国的中产，或者甚至于比台湾、比东亚一些国家的中产过的是要幸福和舒服的。房子也大，汽车也便宜，对吧？各种消费，很多东西还是比较是宜居的吧。那但是美国人普遍的这个中产家庭，他们的头脑里面实际上就是有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家庭财务的一个规划。我简单讲解一下啊。那这最底下一层呢，就是指的这个备用金啦，比方说几万块钱现金，万一出现紧急的状况可以拿。那当然，因为美国的金融界非常发达，所以大量的金融资产都是具有非常好的流动性的。你可以今天卖，明天拿，对吧？甚至于很多都是可以几分钟内就可以到账。所以，现代的这个应急备用金来说，对很多家庭都已经控制的比较低了，3到5个月的这个月收入，基本上也就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人非常喜欢买保险，以前我是不太理解的啊。那一个是因为美国的医疗费用极其的高昂，那第二个呢，因为美国的人寿保险啊，还有一些比方说医疗类的保险，它的死亡赔偿也好，它的是赔偿金也好，那当然都是免税的了。那这一点上，我们刚才讲了，对一些特别是高净值人群来说，或者说中产偏上的这些人群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因为虽然我保险的这个年化回报没有像这个 mutual fund 或者是说像这个个股或者像 ETF 那么高，但是我不用交税啊，涨成多少我不操心呐。而且保险产品基本上大都是保本的，也就是说市场跌得再惨，那你基本上不用去操心。这个是比较适合一些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家，或者说已经退休很长时间了啊，我根本都不想去玩什么股票了，这个世界跟我没关系了，我就想安安稳稳的度过我的余生。那这个是很适合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方说失智症的老人或者阿尔茨海默的这些老人，他都已经自己都不能自理生活了，那你还指望他去打理财产吗？对吧？那这一类产品，我觉得对美国的这些老人家的保护，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的啊。那就是美国人的观念里，就是人要有尊严的活完这一生吧。那第二个就是说，这种退休计划和这个子女教育金，这点在美国也是明显跟我们东亚国家有不同的。那第一，美国的法律，这个劳动市场基本上业主都必须要给长期雇员提供这个相应的401呀，或者是说员工的 IRA 呀，它就是都是纯粹的退休账户。那这种账户它通常就是说，个人在拿钱的时候是不用缴税的，公司也是不用缴税的，就是帮你把钱放进去。这个钱呢叫延后缴税啊，到你退休开始拿钱的时候，根据你每年的这个收入去取出钱。当然，美国税法也有规定，就是你必须在比方说73岁的时候之前就要开始拿钱啊，因为税务局很担心你这人都死了，税还没给我交呢，对吧？他必须规定你每年要拿出一部分的钱来对国家交税完税。那另外一个很不同的就是说子女教育金啊，中国人是喜欢哎呀一家砸锅卖铁也要供这个孩子去读书啊，读大学啊。那美国人其实不太有这个观念，那因为当然也是美国的保障相对比较好，特别是对小孩和年轻人保障这个子女的教育机会。那他读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主要的费用就是在大学。那实际上美国的大学呢，你当然读国际学生是比较贵的啦，你读外州的学费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贵的。
本州的会好一些。大家传统观念上会觉得私立学校比较贵啊，哈佛啊，这个 Yale 啊这些学校会比较贵。但事实上，美国还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所谓的 financial aid 啊，叫做助学金嘛。那实际上，绝大部分家庭都是有条件去申请的，但是要提前做一些规划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剩下的一部分才进入到所谓的这个中低风险的投资和中高风险的投资。那中低风险的主要传统上就是指这个国债啊、市政债券呐、这类型的产品。那这类型产品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低风险、中低风险的投资。但是当然随着近年来这个美国国债的不断高企啊，我个人其实是倾向于将美债逐渐划入这个风险更偏高的一种资产当然我相信美国不可能让这个最终这个大美债去完全违约啊，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极低的，但是肯定会美联储也好，或者是这个金融市场会想各种办法去稀释这个债务包括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战争不是伊朗的战争各种的这个动作，我相信都是跟这件事情多少是有一些关系的。川普我不认为他一定是一个名留青史的好总统像 Abraham Lincoln 那样，但是川普绝对是这些总统当中最有商业经验、最有经济常识的一个家伙。然后再接下来一步就进入到我们讲的这个 stock fund 这类型的资产的投资。那当然，相比来说，我个人认为美股的这个健康程度、受监管的这个规范化程度，也是要远远高于像咱们熟悉的这个 A 股这些资产的，所以也是值得投资的，而且它的回报确实是很不错像今年这个借着 AI 的东风我就已经关注到了几只短短3个月内就增长了10倍、20倍的这样的股票确实是有这样的机会的。那唯一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抓住这种机会了那包括我们可以给大家亮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公开账户，稍等一下手机被上礼拜剪草怼爆了，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看不看得见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账户，对不出焦来了这里，这是我们上个月开户的这个账户，放了1万美金进去这到今天应该还不到1个月时间，增长了48.83%因为我没有满额的就是我没有把1万块钱全买这个股票，实际上就买了一只股票嘛就之前说过的 BW我个人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吧那但是呢我确实也注意到周边的这些朋友包括咱们一些中文博主，实际上在美股账户的总投资额通常也不会说特别的夸张超过100万美金的反正是非常少见那么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可能也部分的说明了这个原因，就是说真正的这种高净值人群，他可能一定会拿出一部分资产作为这个避税资产。那我们之前讲过，除了避税的这个优势之外，它还有法律上风险的降低以及这个就是它的资产不计入就是简单说，美国它是尊重这个人的尊严嘛，那他都已经把这个钱放到他的保险里了，也就是说纯粹是跟他的生命跟他的养老相关的这个资产里了，所以轻易你是无法去触碰到他的这类型资产的，哪怕他申请破产了，他的养老金可能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那最后美国人可能才会说，除了这个自用的房屋之类去投资这个不动产，当然美国有很多非常成功的这个不动产投资商比方说川普就是典型的了但大部分美国家庭其实是不太会去做这个什么买3套5套房作为出租房管理
那一个是说税收很重，第二个它的这个管理上的成本、法律上的这种风险，其实都还是蛮高的支出也会不少，所以整体的这个房地产的收益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高。当然，除非你是像我上次举的例子，就是像尔湾呐、像湾区这种地区，抓住了这个疯狂的20年暴涨，那你当然是赚钱的了。好，那回过来我们看看我们典型的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家庭面临的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说，像这个保险和这个应急金，那应急金就不说了银行存款为主，还有一些高流动性的资产。那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金融产品的可选择面非常的少，保险实际上条款也好，这个保险公司的口碑也好，大家也都经历过，可能好的选择并不太多，所以造成就是像我们广东深圳的这些客人吧，很多都会愿意去香港买保险。那香港无论是保诚这个友邦这几家的保险公司的产品，当然亚洲人的保险产品主要都是趋向于这个储蓄的不太讲究这个生命保障这方面，它主要储蓄的这个利率还不错，低的可能4%年化，或者是说高的能够去到6、7、8，那对中国人来说，投资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了。那第二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养老金，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状况，连美国的社安金都被大家说为是庞氏骗局了。那中国的那个情况其实是更加不乐观的。那以前大家说的这个买房养老，现在这2年没人再敢提了吧？对，然后是这个债券基金，那像中国，那现在当然也在发这个超长期国债等等这类产品，但总体来说，大家对这类产品的信心是比较不足的特别是一些城投债城市债这些债务，在中国一个是选择比较少，第二个是大家也会普遍不太有信心。然后像这个定期的存款然后像这种基础的保险规划，那在中国确实也是比较薄弱的。那唯一在中国发达的那就是不动产，基本上很多家庭这个资产总额的超过一半吧，有的甚至于更大的一个比例都在这个不动产当中。那随着这几年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走低那这种趋势可能还会持续，因为总的这个人口量还是在缩减的嘛。那没有人哪里来的住房的需求呢？没有需求哪里来的价格呢？对吧？我想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及时的去审视一下自己的资产结构，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儿。当然，每个人的这个金融需求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不一样就像比方说我就很愿意买谷歌的股票，对吧？我就不太看好什么 Meta 这个英伟达等等，对吧？那这个都是很个性化的东西，也许你就撞到了，纯粹是你个人的事情。当然，资产配置结构也是这样我就愿意多买点房子，站在手里收房租，没问题，对吧？但是你要适当的去听听别的声音，检视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资产是否具有好的流动性在家庭出现这种极端状况那这个叫做意外也好，这个车祸也好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家庭是否会经历一个超级困难的这个金融状况？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审视的。对，那最后呢，就是通常我们这个行内会把这个主要是指的美国就是在法律上，我们通常把它分为这么3类。第一种就叫 taxable， 就是可税的这种收入，你的工资拿 W2 的这个收入包括你投资的分红 dividends， 还有这个利息，还有呢你出租房的收入，还有一个就特殊的就是 mutual fund。mutual fund 通常其实我是不太建议的，当然我自己也不太懂，但是从这个规则上来说，因为它是一个 active managed 的这
这个股票产品，所以呢，它每年都会由基金经理去做大量的交易，进而产生相关的税收，也就是说你每年都要去缴税。那第二种呢，就是说税延，税务工作被延迟到你退休取钱的时候，这里说的传统的 401k、403b 主要是指的那些政府雇员啊，这些非营利组织等等，还有就是传统的 IRA 退休账户还有就是合格的年金以及以前有的一些养老金养老金现在都很少见了像以前就是波音这些大公司会有去发养老金，那这些收入都是到你退休的时候开始取钱了，对不起，政府税务局要来找你收税了。那第三类呢，就是说具有税务优势的，可以说叫 tax free 吧。那第一个就是最好的，全美国整个美国最好的一个 HSA 账户，那就是雇主帮你存的这个叫做健康金、健康保障计划。那它第一个当然它有缺点，它缺点第一个是限额啦，但是其他它每年有一个限额，大概是3-4千块钱吧，大概是这么一个限额。它最大的好处是雇主放钱进去呢，雇主也不用交税，也会变成成本，然后你呢，你也不用交税，一直甚至到你取的时候用的时候仍然不用交税那缺点就是一个是限额，第二个就是它是只能限于用于你的看病买药这类型健康相关的这个费用，那其他它都是优点。那第二个就是 Roth IRA， 所谓的 Roth 就是那它也是它唯一的跟 HSA 相比，它的缺点就是它是要税后的钱放进去，但是一旦是税后之后，它以后的增长，你还可以拿它去买股票也好，买 ETF 都没问题，它以后的增长就跟税务局无关了所以经常有人说 Roth IRA 叫做跟税务局离婚以后税务局跟我没关系了，但它也有缺点，就是限额太低，每年现在50岁之前大概是7000块钱50岁之后可以增加到8000左右，所以你头10年也就是那么几万块钱，不到10万块钱的这个总额度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金额度太低。第三种呢就是债券就是包括国债，包括一些城市债券，还有一些主要是这两类吧，就是主要它是为了鼓励这些市政建设国家建设修公路修桥梁修水渠这些工程，它发行的这些债券，它通常它的纸面的这个回报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呢，通常你要算上这个税务的优势它因为它很多也是免税的，所以它就会有一定的好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529就是专门给孩子读书用的那它除了上大学用之外，那这个孩子一生的任何的这种教育支出都可以放到这里来。那这里唯一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孩子上大学之前呢，你不应该往这个529存太多的这个金额进去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会影响到你的助学金的申请。助学金申请比方说哈佛吧，你最高的一档可以申请到一年6到7万的助学金，哈佛现在一年学费8-9万嘛，那你如果1分钱不拿的话，你就老老实实交8-9万的学费。你如果申请到助学金，可能一年交1万多2万就够了。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7702法案规定的人寿保险类的一类产品那这类产品也具有这个免税的这个功能，它也是就是税后的钱放进去，然后跟着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回报率去增长出来的钱就不用再交钱了它大体是这么一个状况。好，那整体来看呢，就是说美国的整个这个金融体系呢是非常发达，而且对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吧，他会更尊重人的这个因素会多一些这个我也经常吐槽我们东亚国家，甚至于像日本、台湾这种高度发达的，实际上对人的尊重其实是比较欠缺的这个像当年香港九龙城寨的那种龙屋黄家驹还演过这个一部电影嘛，叫《农民》嘛，对吧？我觉得这种在美国是不太见得到的。你敢把你的房子没有空调的房子、没有暖气的房子出租给租客，你是会被告上法庭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对，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个东亚国家能慢慢的重视起我们人的权利，
因为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啊，除非你说以后这个 AI 才成主体，人类只不过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了，那又另当别论，好吧？好，那今天就跟大家逼逼这么多，希望大家开心，再见。